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档案。2024年春天，中国电车行业的竞争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很多人在抖音上都刷到了一个黑衣寸头、沉稳干练的中年男人，面对镜头倾情讲述自家的电车，设计炫酷，性能卓越，言语中充满了创业情怀啊！不知道的呢，还以为这又是哪个造车新势力的 CEO 呢。而认识他的人已经抛出了那个直击灵魂的问题：贾会计下周还回国吗？他叫贾跃亭，乐视创始人，一个极具争议的商人，从县城网管做起，带领企业快速崛起，6年时间打造了1700亿的商业帝国。但他也被称作衰神，因为跟他有关的人都会倒霉。乐视帝国在他的手里急速崩塌，令无数投资者和供货商倾家荡产，顺便也把中国半个娱乐圈的明星和多位业界大佬埋在坑里。跑到美国后呢，他的故事还没结束。2024年，贾跃亭因为新的创业项目法拉利未来电动车屡上热搜。那么乐视帝国到底是如何土崩瓦解的？贾跃亭能否卷土重来？今天呀，咱们就来聊聊贾跃亭奇幻的人生之旅。贾跃亭，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北高峪村人。北高峪靠近吕梁山脉，得名于明代的崇祯年间。因为这儿土壤肥沃，肥得如同高脂，鱼的五谷丰登，所以就易名为北高峪村。这个村子呀，以农业经济为主，但山西最有名的可不是农业，而是经商文化。经商呢，活跃于明清时期，以经营盐、茶、布匹、药材为主，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在他们经商的过程中，累积了丰富的财富，票号也应运而生。经历了500年风雨，经商所创立的钱庄票号汇通天下，经营范围包罗万象，给中国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商业文化。后来有人评价贾跃亭是这么说的：山西人以经营票号而闻名，贾跃亭呢更是一个很敢玩钱的人。贾跃亭的父亲是教师，母亲无业，全家唯一的收入就是贾父微薄的工资。他出生于1973年12月，是家里头最小的孩子，上头有个大姐叫贾跃芳，二哥叫贾跃明。父母呢，本着贱名好养活的想法，给贾跃亭取了个土气冲天的乳名牛娃。一来呢是希望他能像小牛犊一样茁壮成长，二来也希望他能够朴实做人，踏实做事。然而事与愿违，这2个希望一个也没达成。贾跃亭呢，年幼的时候非常瘦小。也正因如此父母对他非常宠爱，少有严厉管教，这导致他在学校里头成绩一般，比哥哥姐姐要逊色不少。2008年编纂的《北高峪村志》专门有个板块就记录这个村古往今来有出息的人物，里面就记录了贾跃亭的姐姐和哥哥的成就。贾跃芳呢，毕业于太原重机学院，后来工作的头衔是北京重机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贾跃明毕业于山西理工大学，后来就职于中国人民银行临汾分行。贾跃亭呢，连大学都没考上，在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了个财政大专。也因为这个学历贾跃亭后来得了个贾会计的外号。但此时呢，谁都没想到，家里最不被看好的那个老幺，未来竟成了最有本事的那个。他不仅带着哥哥姐姐一起发达，还凭借一己之力搅动了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大专上学期间呢，贾跃亭和同班的一个叫做李丽的姑娘相爱了。毕了业，2个人没有像其他毕业生那样往大城市去，反而是一起回到了姑娘的家乡山西垣曲县。要知道垣曲县是当时全国出名的贫困县，来这儿能有什么发展呢？原来李丽是个县城官二代，她的父亲是垣曲县的领导。2个人结婚之后呢，贾跃亭就被分配到了垣曲县地税局当一名信息技术管理员。这个职位通俗点说就是网管，职位不高，专业也不对口，但好歹是个公务员。当地一名官员称当年贾跃亭身上的第一个标签就是副县长的女婿，所以呢，即使他在地税局捧着铁饭碗去搞副业，经常上班时间就开溜，他的领导也不好说什么。那这就不算什么了，贾跃亭后来还瞒着家人辞职了。据说辞职的时候全单位包括税务局局长纷纷出面挽留。但贾跃亭去意已决。草根出生的他颠覆和改变命运的想法深入骨髓。1996年，贾跃亭拉着李丽创办了山西垣曲县卓越实业有限公司。一名曾经和贾跃亭有过接触的人表示贾跃亭这个人寻找商机的能力很强，基本上什么赚钱他就做什么。
卓越公司的业务呢也很广泛，有洗煤、印刷、运输、钢材，经营民办学校，还开过一个快餐店，名叫麦肯基。这个人还说贾跃亭呢并不去追求业务能否盈利，只是想着生意是否可以做大，总是在新业务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又开始了另一个新业务。因此就有人认为贾跃亭喜欢铺摊子、讲故事，嗅觉强于执行力的行事风格，在园区就已经形成了。所以在后期经营乐视集团的时候，他们的业务涉及了农业、影视、电商、红酒、视频、车联网等多个领域。园区时期的贾跃亭呢，在岳父的庇护下发展，生意是越做越大。借助第一任妻子以及其家庭背景的东风，他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逆袭。1998年，贾跃亭在一个饭局上偶然接触到了通讯业务，意识到这是一个大机会，便抛下了他的胶印厂、钢材厂和双语学校，带着妻儿来到太原闯荡。新的城市，新的挑战，但是贾跃亭的婚姻却出了问题。2000年，他与李丽闹掰了，离婚，儿子呢跟着李丽生活。有报道称贾跃亭婚姻的破裂与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呢名叫王凡，是个省城富二代，曾经按照4:1的比例出资，跟贾跃亭设立了太原西博尔电子工程有限公司。网上盛传王凡就是贾跃亭的第2任妻子，但是在2000年之后，老贾就再也没有提到过她。如果说园区是贾跃亭事业的起点，那么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则是他的起跳点。2002年，又是在一次饭局中贾跃亭偶然从邻桌客人那儿听说了基站配套设备这个名词儿，他就敏锐地意识到电信业快速发展，而基站蓄电池在当时几乎是市场的空白。他呢就成立了以做基站配套项目为主的科技公司山西西博尔，并在1年时间内就拿到了联通在山西大半的业务，赚得盆满钵满。其实明眼人可能已经看出来了，山西西博尔这段快速发展的背后其实是有猫腻的。想想贾会计之前干的都是什么业务？洗煤、学校、快餐店。他突然跨行到技术门槛这么高的电信业务，还能迅速拿到国企的订单，靠的可不是灵机一动而是贵人相助。贾跃亭的贵人呢，名叫王成，当时是央企下属的中国华新汽车贸易集团的总裁。据说贵人背后的家族颇有势力，是一个山西籍高官和富商在京神秘组织的创始人。那傍上了这条大腿，贾跃亭从一个带有机会主义色彩的个体户，摇身一变走上了科技企业的康庄大道。2003年，贾跃亭带着核心团队进军北京，成立了北京西博尔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而且很快就拿到了第一个招投标的项目——北京网通的室内覆盖资质。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贵人王成在2004年出任网通旗下天天在线的总裁，办公室也就搬到了北京。在做网通业务的时候呢，中国互联网行业正值上升期，于是贾跃亭决定抓住机会发展流媒体业务，涉足互联网。2004年，脱胎于北京西博尔公司的乐视网正式成立，贾跃亭开始了在中国扬名立万的12年。也正是在这年冬天，31岁的贾跃亭遇到了20岁的甘薇，他的第3任妻子。在遇到贾跃亭的时候呢，甘薇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读大2，两个人是在一场饭局上认识的。甘薇是重庆人，山城盛产美女甘薇身材娇小，皮肤白皙，笑起来甜美可人。不过据说贾跃亭看上甘薇还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而是因为当天呢她穿的是一件军大衣。两个人见面的那天甘薇也没有刻意打扮，外面随便裹了一件绿色的军大衣就去了。贾跃亭见到甘薇眼前一亮一个演员妹子来参加资源饭局，却穿着一件朴实无华的军大衣，让他觉得这个妹子有意思。就这样甘薇给见惯了美女的贾跃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此以后，贾跃亭就经常去约甘薇吃饭，两个人也顺理成章的在一块儿了。2008年，甘薇大学毕业1年后就和贾跃亭低调结婚。婚后他正式踏入娱乐圈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乐视网投资的刘镇伟导演的《机器侠》，主演是孙俪、方力申和胡军。老板娘带资进组，拿到女2号的角色。可惜这部电影的评分很低，乐视投资的第一部影视作品就这么赔了个底儿朝天，甘薇也没有能刷出任何的存在感。1年后他又出演了乐视投资的《决战杀马镇》，
主演林志玲和孙红雷。甘薇的表演仍然没给观众留下任何印象。整个电影的高光时刻竟然是在电影宣传发布会上，男主孙红雷莫名其妙地给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女配角甘薇鞠了个躬。那记者就问他这是干啥呀？孙红雷说这是一个秘密。这个谜底到2014年12月才对公众揭开。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出生，将甘薇以乐视老板娘的身份推到了公众面前。在甘薇产女之后呢，她的圈内好友应采儿在微博上同时艾特出甘薇和贾跃亭，表示恭喜。贾跃亭呢，此时也大方承认早已和甘薇领了证。当时贾跃亭的身家已经有300多亿了。吃瓜群众们纷纷感叹：这是霸道总裁爱上清纯小白花的网文照进现实了吗？在媒体多年的追问下，两个人都在不同的场合中透露过走到一起的原因。总结一下呢，就是贾跃亭觉得穿着军大衣参加资源局的女演员真实又单纯，而甘薇则觉得贾跃亭虽说离过2次婚，而且还有婚内出轨的嫌疑，但就是觉得他特别有责任感。言外之意绝不是你们想的什么青春美色换取金钱和资源的俗套戏码。甘薇出道后呢，当上了京城4美，与其他的3美白冰、韩雪和景甜组成了冰雪微甜非常有钱的任性组合。那据说这一组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实力比较普通，人气非常低迷，但资源好的要命。甘薇呢虽然有资源，但出道以来的作品是屈指可数，口碑一个比一个差。后来老板娘也想明白了，自己的天赋根本就没点在表演上，而是在情商上。她开始积极地打造自己的明星人脉圈，拉着一众小姐妹组成了泰迪姐妹团，背靠着贾跃亭这棵大树，108线的甘薇愣是在任何姐妹淘的聚会里都成为了主角，随便喊一句想吃火锅了，有没有人陪，就能立刻拉来一大票当红女明星在和所有的女明星合照时甘薇永远处在 C 位，有媒体就总结出了甘薇居中定理。可以说甘薇所有的姐妹淘都羡慕她，谁叫她嫁得太好了呢？应采儿曾经开玩笑地问甘薇，没想到她这么有钱，你只是没想到她之后会这么有钱吧？李小璐、贾乃亮生孩子，李小璐坚持让甘薇做女儿的采生妈妈，也就是孩子出生后见到的第一个外人。北方有种说法，说是孩子会复制采生妈妈的好命。然而呢，这100亿豪门阔太的生活也不总是阳光彩虹小白马。甘薇明白，你年轻漂亮，永远有比你更年轻更漂亮的。曾经的自媒体神话迷蒙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做《有钱阔太的艰难生活》，原型就是甘薇。可信度有多高呢？虽然迷蒙只是甘薇好友圈中的第2层，但是一层传一层，这文章里透露的基本信息跟贾跃亭和甘薇基本对得上。这文章里就说对于阔太来说，情敌无处不在，防不胜防，因为有钱的男人也不多，身家上100亿的更少了。这位阔太因为老公喜欢女生长得又白又瘦，所以她从来不晒太阳，24小时擦着防晒。阔太呢身高1.66米，为了把体重控制在90斤以下，每天下午3点以后绝对不吃任何东西。这些都不算啥，最关键的是阔太还要时刻准备好面不改色智斗小三。举个例子，霸总的公司在美股上市，公司新一轮的扩招来了一大批漂亮的妹子，其中就包括霸总的小助理。小助理上来就跟霸总玩起了纯爱那套。霸总过生日，小助理亲手做蛋糕，样子相当精致，看得出非常走心。阔太在公司年会上碰到了小助理，轻描淡写的说：“上次谢谢你的蛋糕，其实蛮多女生都喜欢给我老公做蛋糕，不过我最喜欢你做的，因为你加了我最喜欢的草莓。”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你煞费苦心做的蛋糕，最后还不是被我吃了？觊觎我老公的可不止你一个，我根本不鸟你。这么云淡风轻的一席话，把阔太极高的情商和高强的定力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阔太是人前威风，人后确实心力交瘁，惊涛骇浪。他明白这样下去，自己霸总老公就算到了80，还是会有18的小姑娘前仆后继的往上扑于是甘薇就想，与其依靠霸总，不如自己变成霸总他决定不当演员了，直接升级为制片人。2015年，与张艺谋、郭敬明等人成立了北京乐样影视传媒公司。成立这公司之后呢，甘薇她又怀孕了，但是即使这样，她都没有停下工作。
他制作的第一部网剧《太子妃升职记》一炮而红，用2000万的投资创下了27亿播放量的现象级爆款，这让甘薇斩获了网剧教母的殊荣，是除了贾太太之外，他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姓名。他说希望有一天人们提起他的时候，不再是什么贾太太贾太太，人们也会称贾跃亭为甘薇的老公。然而啊，正当他尝试借着热度独立切割贾太太这个身份之时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一份监督函瞬间泼来了一盆冷水。这信函上称啊，甘薇控股的这个乐漾影视和乐视网的子公司花儿影视，在于业务方面呢，存在大面积相同或相似，与上市公司构成了同业竞争，被勒令整改了。这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同业竞争啊，就是说你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你自个儿不能再去从事与你自己的那个上市公司形成竞争关系的业务嘛。乐漾的实际控制人甘薇，不就是乐视网的实际控制人贾跃亭的配偶吗？那这层关系视同贾跃亭本人在控制着乐漾，因此啊就被要求整改。话说整改这个词儿用的也很巧妙，怎么个整改法呢？办法有3，要么你们离婚，要么甘薇把乐漾股份出售他人，再不然就是乐视网把乐漾给收购了，将它呀也变成子公司。那对于刚刚获得 A 轮融资、公司估值高达12亿的甘薇而言，这无疑是个晴天霹雳。明明只差一步就可以自己变身总裁了，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杀出了个程咬金呢？离婚又是断然不可能的呀。最终啊，甘薇忍痛以5折的低价将乐漾卖给了贾跃亭的乐视，出走半生，归来仍是贾太太。甘薇安慰自己，没事儿，至少啊咱还有钱。只是此时的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人生将会出现抛物线般的改变，从坐拥420亿身家的豪门阔太，有朝一日会沦落到信用卡额度只有2000人民币的黑心老赖。2008年对于贾跃亭来说是春风得意的一年，这一年他娶了旺夫的甘薇，还得到贵人相助。早期的那些合作中啊，王成和贾跃亭已经成了非常铁的哥们儿，在贾跃亭一飞冲天的事业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那个时候，视频网站要创业，需要过3关：牌照关、资金关以及行业资源关。在04年的时候，广电总局接连下了3个与视频牌照相关的政策，对视频运营啊管理得相当严格。而乐视网在这方面却是通关高手啊。不仅是第一批拿到许可证的公司，还是全国唯一一家拿到手机终端内容运营牌照的公司。另外呢，从乐视网创立到2008年，一直没有获得融资，不论是流量还是收入，它都在当时主流的视频网站视线之外。是2008年王成主导的投资，才让乐视网有了腾飞的可能。北京市工商局资料显示，2008年8月，一家名为汇金立方的投资公司成立，注册资金5000万，董事长为王成。成立之后呢，汇金立方和深创投集团为首的几家企业对乐视网呢进行了5280万的投资。就是这笔投资让乐视网在上市之后给汇金立方带来了数亿元的回报，也让乐视网完成了在 A 股上市鲤鱼跃龙门的转变。说起乐视网在 A 股的上市，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啊！因为企业要在 A 股上市太难了，除了持续经营3年、管理层要稳定之类的基本条件之外呢，最重要的就是盈利能力，而且是最近2年都得盈利，累积起来的利润得超过一个门槛。要知道，当时很多互联网的初创公司都在烧钱阶段，根本够不上 A 股这个独木桥。但是乐视网呢，一个网站流量排名第168位，远远落后于同类型排名第10位的优酷和第12位的土豆，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网站，它竟然盈利了，而且呢还轻而易举地达到了上市审核的一切标准。华兴资本的 CEO 包凡直接就发问说，一个业内排名17位的视频网站，却有第1的财务指标，变戏法啊！当初乐视网上市的时候有没有财务造假，我们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关于版权费的会计处理确实是有争议的。大家知道，流媒体平台的很大一部分支出就是去买作品的版权嘛，而版权费在计算的时候，往往采取一个摊销的方式，反映在之后几年的财报里。比如说一个作品的版权是100万的话，一般咱们的算法是第1年70万，第2年20万，第3年算10万。但是人家假会计的算法是分成10年，每年摊销10%。那这么处理下来，利润的数据自然非常好看。
不管怎么说啊，上市后的乐视网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第一年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7%，利润增长了60%。第二年，收入和利润持续保持在60%以上的增长。2010年啊，在昆仑饭店的盐酒吧，贾跃亭遇到了50岁的张昭，这是贾跃亭人生中的又一贵人。张昭呢，当时是光线影业的创始人兼总裁，也是影视界的一个资深工作者。他正面临着一个烦恼，那就是光线传媒准备上市了，但是为了保证公司的盈利能力，证监会要求光线影业并入光线传媒打包上市，而张昭呢，则希望光线影视将来能够独立上市。贾跃亭一听，赶紧就给他介绍自己正在做的呢，是一个平台加内容加终端加应用的生态系统，起名为乐视生态。眼下最缺的就是好的内容做支撑。张昭呢，则希望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打造出中国的迪士尼。这两个人聊了几个小时，互相表示出了欣赏之意，当下就决定联合成立一个以互联网为依托的电影公司，即乐视影业。那这个概念在当年确实是比较先进的。在10年之后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最成功的案例，那就是奈飞。最重要的是啊，贾跃亭拍着胸脯向张昭保证，乐视影业一定能够独立上市，这一点正中张昭的下怀。次年3月，乐视影业成立，贾跃亭宣布张昭出任该公司 CEO， 而张昭的业务能力实在是没得挑。当初在创立光线的时候，业绩就一直高速增长，成功跻身5大民营电影公司之列。掌局乐视影业之后呢，也很快做出了名气，从零开始做到业内前5，并且实现了盈利。2013年8月，乐视影业获得了深创投的2亿元 A 轮投资，次年9月再获3.4亿元 B 轮投资。张昭为乐视影业打造了一系列爆款影视剧，他担任制片人的作品有张艺谋的《归来》、《长城》、《影》，郭敬明的《小时代》，儿童动画片《熊出没》等等。乐视影业的高速发展一直是整个乐视生态中能够保持持续盈利的重要资金来源，甚至在后来的崩盘期间，乐视影业也多次救主。如果说甘薇是贾跃亭背后的女人，那么张昭就是贾跃亭背后的男人。正是他把贾会计送上了100亿霸总的宝座。2012年6月，贾跃亭前去台湾参加一个采购团，在当晚世贸中心举行的晚宴上，他看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身影，那就是富士康的老板郭台铭。此前呀，乐视已经联系郭台铭2年了，没有结果。通过关系引荐，他终于得到了和郭台铭5分钟的交谈时间。贾跃亭后来对外滩画报回忆起这次的交谈，他说，确切的来说，不是我们谁说服了谁，而是一拍即合。打动了郭台铭的呀，还是那4个字儿：乐视生态。在5分钟的时间里，贾跃亭介绍了乐视生态的现状和未来，强调了乐视在内容方面的领先。最重要的是啊，他向郭台铭表示了一个可能，说电视上除了可以看电视台的节目，还可以看视频啊。这个新鲜的概念是郭台铭所一直寻找的未来的发展方向。郭台铭就说，你不要去参加晚宴了，咱们去台北101大厦的包厢去谈。7天之后，郭台铭和贾跃亭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由富士康生产乐视电视。那年9月，各大媒体都收到了一张由乐视网发出的没有注明任何具体事宜的邀请函。那是一张极其简单的请帖，白底上3个硕大的黑字儿颠覆日，旁边呢印着日期919。乐视网将宣布重大事项，对于整个互联网行业而言，将会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但是啊，对于颠覆日的具体内容，乐视网方面是3缄其口，吊足了媒体的胃口。终于啊，在万众期待下，919到来了，谜底揭开。贾跃亭宣布，他要颠覆电视行业，并将推出乐视 TV 超级电视。可是没想到，发布会之后呢，猜测嘲讽四起，业界一致认为，没有硬件经验的乐视是在做一件不自量力的事儿。资本市场的反应很真实，不会相信连实物都看不到的空虚概念。这波操作啊，让乐视的股价随之下跌。接下来的3个月内，股价缩水了40%。贾跃亭和高管团队不得不亲自掏腰包增持股票，以稳定市场的信心。贾跃亭说啊，当大多数人都不看好的时候，这件事才值得去做，做了才有可能颠覆嘛。于是呢，2013年5月7日，
贾跃亭身着黑色 T 恤和牛仔裤，站在北京五棵松万人体育馆，正式发布了宣告已久的超级电视。当初的小镇青年在舞台灯光之下，焕然就是另一个乔布斯啊！发布会后，舆论就开始倒转，当天乐视网就涨停了。5月7日到6月7日期间呢，股票上涨了超过20%。6月份，超级电视正式预售。据公司介绍，销售状况非常理想，一抢而空。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都吐槽没抢到啊。贾跃亭在一封致员工的内部信中更是放出豪言，超级电视将要把三星给挑下马来。接下来呢，传统的电器制造商、互联网企业开始扎堆的推出智能电视，几乎所有的重要跟风者都已经全部推出了自己的产品或者是理念，号称要进入互联网电视领域。互联网的大屏时代似乎已经来临。2013年年底啊，乐视网的市值超过了140亿元，贾跃亭成为了中国创业板首富，并在2014年购入了乐视大厦作为总部。在搬进大厦的第2年，公司市值突破1700亿，达到了历史最辉煌的时刻。2014年6月，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令政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这个消息的迅速引发了山西官场的地震，令政策的弟弟令完成也迅速出走海外。那这跟贾跃亭有什么关系呢？要知道，完成，令完成他经商时所用的化名，就是我们前面多次提到的贾会计的那个贵人，让他一飞冲天的王成。令氏兄弟是山西平陆人，其家族原姓令狐，父亲令狐野是延安时期备受尊敬的一位老干部。一家为了方便去掉了胡字，简化成令姓。令家5个孩子的名字都刻有时代的烙印，从大到小分别是方针、政策、路线、计划、完成。令完成出生于1960年，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头3个哥哥1个姐姐。4哥令计划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有大内总管之称。令完成毕业后成为新华社的编辑，后来一路做到了新华社下属的中国广告联合总公司的总经理，成了正局级的干部。而正当人们以为他的仕途一片光明之时，他却在2003年突然选择辞职，下海经商去了。对于背后的原因呢，一位令家的亲戚记得令完成就说过：“我不喜欢搞政治，将来要好好挣钱。”带着积攒的家族背景和人脉，令完成下海创业。与贾跃亭相识后，先是给了山西联通的基站配套，又送上北京网通的抢手业务。在网络视频行业兴起之时，他成立了汇金立方，投资乐视网，用了5年时间，成功套现近5个亿，比初始投资翻了20倍以上。而除了投资乐视网，汇金立方还投资了10多家公司，而且都是在这些公司上市之后果断套现离开，收益大多超过其投资额的10几倍，可谓是神算子式的投资啊！据统计汇金立方从这些上市公司套现的资金总额在12亿元左右。好好挣钱这话从结果上来看，钱如其名，全部完成。但是呢，如果没有他的2个哥哥，尤其是令计划，他能不能完成，那就很难说了。2014年6月，二哥令政策落马，令完成失踪，直到《纽约时报》发了一篇令计划之弟潜逃美国或寻求政治庇护的文章，公众才再一次看到了令完成的消息。令政策被抓的当月呢，贾跃亭也火速去往海外，辗转于北美、欧洲和香港多地。他先是现身乐视香港办公室，7月份又跑到洛杉矶去，宣布乐视进军北美。当时贾会计表示7月份将回国。7月15日，广电总局对互联网电视及机顶盒下发了监管令，乐视网呢被广电总局点名批评。广电总局呢告知7家集成服务牌照方不能再与乐视网合作。随后7月17日，乐视网股票跌停，10天后，乐视网股票再次停牌。8月20日，媒体报道称，广电总局再批乐视电视 UI 违规违法。随后，乐视网股票第3次停牌。在这3次停牌期间呢，贾跃亭并无回国迹象，而乐视公司表示，贾跃亭会在9月份回国。9月，贾跃亭现身意大利都灵观看足球比赛，仍然没有要回国的迹象。有媒体致电贾跃亭，询问令完成对乐视的投资。贾会计回应乐视成功的背后没有靠任何政府关系的帮助，汇金立方当时是正常投资，在乐视的发展过程中也没有任何实质的帮助。
他同时强调，我不希望和政治有任何牵连。虽然汇金立方在发展初期带给了我们资金支持，但如果能够重新选择，乐视绝不会再选择类似的公司作为股东。目前，汇金立方已经从乐视网上市后逐步退出，彻底从股东名单中消失了。可是话虽这么说，但难以否认的是，如果不是2008年的那笔投资，作为仅成立6年的后起之秀，乐视网怎能率先上市呢？中国的权威媒体财经称了解乐视历史的业界人士看来，贾跃亭多年以来深谙这个资本运作和政商的关系，从山西园区到太原再到北京，游走在监管和政策的红线内外。乐视昨日成功受益于此，今日受累也源于此。乐视的命运已不全在贾跃亭的掌控之中11月24日，有消息传出，贾跃亭因工作强度太大，患上了胸腺瘤。在香港医生的建议下已经接受了切除手术。2天后，贾跃亭在微博上正式确认，香港手术顺利，我已回京进一步治疗。这似乎标志着乐视在这场官场地震中平安着陆了。12月22日，另完成的4个令计划也被带走调查。那这个消息呢，没有再影响乐视。有媒体称乐视的员工透露说，贾老板能回来，应该是事先达成了一个协议，说前面的事就翻篇了，你呢回来好好搞企业就行。但是令家兄弟的倒台似乎促使贾跃亭下了一个决定，他一方面进一步加快了市场拓宽和海外资本运作，另一方面和姐姐贾跃芳开始大规模减持乐视股份，持续套现数百亿。2年后，乐视资金链断裂，1000亿帝国随之崩塌。其实2014年除了山西官场的地震这件大事外呢，还有一个看似不起眼但是却影响深远的事件。2014年4月22日，第一批中国车主从马斯克手里接过了 Model S 的钥匙，标志着特斯拉正式进入中国。当天马斯克所到之处，犹如摇滚巨星，享受着全场粉丝山呼海啸般的膜拜。很多互联网大佬成为了特斯拉的首批用户，比如曹国伟、理想、梁建章等等。那贾会计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件事的意义，他也决定要造新能源车。而这一决定呢，遭到了乐视99%核心高层的反对。但是反对也没用，造车已经成为了贾会计的执念。而正是这个执念，将乐视进一步拉向了深渊。2014年8月，贾跃亭在美国拓展海外市场的时候呢，以个人名义投资了新能源汽车公司法拉第未来，以下咱们就简称 FF。这个名字来源于电学之父迈克尔·法拉第。该公司还吸纳了特斯拉、宝马等全球知名车企的高管和核心成员，组成了一支豪华造车天团，大有赶超特斯拉的野心。回国后呢，贾跃亭立即宣布，乐视将打造超级汽车以及汽车互联网电动生态系统。2015年1月，贾跃亭发布了一封新年内部信，名为“不为浮云遮望眼，只缘心在最巅峰”。信中呢，贾跃亭称，2014年是乐视历史上最艰难的一年，受到相关政策的影响，盒子的销售暂停，各种流言不断。不过这些都不要紧，因为超级汽车亮相之时，汽车会被重新定义，就像重新定义电视一样。就在贾跃亭公布超级汽车计划3个月后，乐视公司又推出了超级手机。2015年4月14日，在公众面前消失了10个月的贾跃亭，再次身穿黑色 T 恤、牛仔裤和球鞋，亮相超级手机的新闻发布会。1年前推出超级电视的时候呢，他的口号是打倒三星，这次的目标是苹果。贾跃亭说 ，iPhone 6的成本仅为1911块钱，但却能卖到5288，他们就是这样的傲慢。苹果就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但是他们漠视用户。接着呢，贾跃亭就公布了与 iPhone 6同等配置的乐1手机，成本1510，但正式的售价仅为1499。贾跃亭在乐视手机上采取的是和电视一样的套路，以低于成本价去卖硬件，仅通过内容去赚钱。从2012年到2015年，贾跃亭一共给乐视构建了7大生态，包括内容、大屏、体育、云、手机、金融、汽车。这些板块都在2015年进入了烧钱扩张的模式。这一年，乐视投入27亿元，获得中超2年新媒体的版权，18.75亿入股 TCL，
21.8亿拿下酷派，7亿美元入股易到用车，7000万夺得春晚广告第1标，开展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所谓的生态的布局，几乎是覆盖了当时最时兴的行业，但真正赚钱的呢，没几样。那么问题来了呀，铺了这么大的摊子，钱从哪儿来呢？这就是贾会计的高明之处了。他呀，一边四处找其他人去融资，一边自己减持套现。一直以来呢，敢打敢拼的贾跃亭吸引了不少商界大佬的投资。公开数据就显示，马云旗下的云峰基金曾经被乐视投资了6800万，王健林的万达投资和王思聪的普思资本合计投了1个亿。除了商界大佬呢，乐视的大坑里还躺着许多当红明星。说到这儿啊，就不得不再提一嘴甘薇了。这霸总的太太一直以来维持着闺蜜团和朋友圈，可不是摆设。她的长袖善舞也为贾跃亭拉来了不少的明星投资人。乐视的子公司乐视影业的股东中呢，有张艺谋、郭敬明、李蔚然等导演，以及孙俪夫妇、黄晓明、李小璐、冯绍峰等明星啊。此外啊，刘涛、秦岚、李晨、倪妮等明星通过北京景阳持有公司的股票。后来乐视网退市啊，损失最惨重的就属刘涛。他不仅在乐视影业中投了1000万，还在乐视体育里投了5000万，总共6000万，全部化为泡影。与刘涛投资旗鼓相当的呢，还有邓超、孙俪夫妇，投了5000万，最终也是血本无归啊。而当这些明星大佬们纷纷入场的时候呢，贾跃亭姐弟俩却开始减持套现了。2015年5月开始，贾跃亭有过3次大规模的减持。减持前，他持股比例是44.85%，3次减持后呢，这持股比例啊就剩了26.45%。而他减持的这些乐视股票啊，至少价值117个亿。姐姐贾跃芳的套现追溯得更早了，2014年上半年减持金额仅为6亿，后半年呢再次减持4.23亿，2015年上半年再次减持11.86亿。至此，这姐弟俩啊，一共套现了139.84亿元。这些钱都去哪儿了呢？姐弟俩的说法是一致的，将套现全部所得无息借给乐视网，作为运营资金。然而呢，截止到2015年年底，贾跃亭向乐视网提供的无息借款金额仅为20亿元左右，而且啊，乐视网在2016年的财报显示，已经归还了贾跃亭和贾跃芳的所有借款。没拿到钱的乐视网可以说是举步维艰了。2016年，乐视网进入到回光返照的最后阶段，贾跃亭让外界都觉得他又迎来了美好的春天。3月，在深圳举办的 IT 领袖论坛上，他和李彦宏、马化腾、杨元庆等前辈大佬平起平坐，谈笑风生。4月，乐视汽车正式公开收款卖概念样车。至此啊，贾跃亭似乎已经甩开了乔布斯，比肩马斯克了。到了秋天，更多的好消息传来。9月份，乐视汽车获得了10.8亿美金的 A 轮融资。10月，胡润发布的百富榜啊，贾跃亭以420亿的财富排名第31位。然而，仅在此1个月后，这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啊就倒下了。2016年11月3日，乐视资金链的危机开始显现。乐视手机、乐视汽车相继爆出资金链紧张、拖欠供应商货款等问题。媒体爆出啊，因乐视没有支付到期的货款，造成人家供应商千人工厂停产了。供应商的员工在乐视大厦前拉横幅闹事儿。3天后，贾跃亭发布全员信，反思乐视烧钱扩张的速度过快，首次承认了资金链出了问题。而形成强烈反差的另一个景象啊，是根据我们 M2档案的独家线报，此时呢，在北美的一些城市的豪宅区，出现了一众乐视的高管，开始大手笔的置购豪宅。蒙特利尔的 Westmont 是北美老牌的豪宅区啊，这儿的别墅呢，从几百万到1000万加币不等，折合人民币1000万到5000万。可是这些钱对于那些套现了的乐视高层来说，买起来毫无压力。那您想想，高管都已经如此了，贾跃亭他更不必说啊。要知道，另一边乐视集团的员工超过8000人正在经历裁员，这个内部信和裁员啊，仿佛是撕开了一个小口子，很多的问题啊就扑面而来。很快，供应商也找上门了，银行也不兑付了，乐视的各项业务都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股价也急速下滑，市值蒸发了几百亿。
到了12月15号呢，乐视发布紧急停牌公告，贾跃亭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我已经将全部的身家，甚至是生命，都交给了我的梦想。什么梦想呢？造车呗。这个汽车就成为了贾跃亭最后的救命稻草。2017年1月的北美 CES 电子展上 ，FF91首款车型亮相，贾跃亭宣布 FF91和超级汽车达成深度合作，能在2018年就交车。在不到2天的时间里，接到了超过6万辆的预定。贾跃亭本来想着是通过 FF91的亮相再炒作一波，然而这次呀没能如愿，因为呢这些预定只是意向，没有任何的约束力嘛。真正付了定金的呢只有300多个，而且还能全额退款。那你说普通人都能看明白的道理，混迹于资本市场的人更是深谙此道啊。可是贾会计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啊，即便是九死一生的困境，他依然能继续骗，而且还骗到了久经沙场的老狐狸孙宏斌和许家印。此时啊，乐视资金链危机就彻底爆发，贾跃亭不得不立即找场外去救援。他首先找到的就是山西老乡孙宏斌。孙宏斌是融创的董事会主席啊，他携150亿元入股乐视网、乐视智新和乐视影业3家公司，融创就成为了乐视网的第2大股东。紧接着，2017年5月，贾跃亭辞任乐视网总经理。6月，贾跃亭辞去乐视网董事长之位。7月说要去洛杉矶开会，下周回国，然后啊就再也没回来。所以呢，下周回国这个梗啊，一直就被玩到了今天。因为直到今天，贾跃亭他还没回国。贾跃亭遁逃美国后啊，孙宏斌就成为了乐视网的董事长，而孙宏斌啊也没能成为乐视网的救世主。2018年1月24日，乐视网复牌后，一连收了11个跌停，进场的时候有多自信，出场的时候就有多狼狈。2018年3月，孙宏斌辞任乐视网董事长之位。辞职的时候啊，他断言乐视网只有3条路了：1. 破产重组；2. 卖资还债；3. 退市。那3条路，无论哪条都是死路啊，股价是不可能再维持了。15天后啊，融创公布了2017年的业绩，把投给乐视的共计165亿资金继承了损失。孙宏斌啊承认乐视的投资失败，称再借钱给乐视那就是傻叉。同年9月，在融创全年业绩发布会上，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孙宏斌竟然泪洒当场。他说啊，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任何事儿，但是我想啊，在乐视这件事上是一个失败的投资，再花100亿也救不回来这个无底洞。这个100亿都救不回来的无底洞呢，意气风发的许家印觉得还能再试试看。3个月后，恒大称要给乐视汽车注资8亿美元。2018年6月，许家印还亲赴美国和贾跃亭会面，在 FF91的样车旁边竖起大拇哥，拍照留念了。然而啊，刚过了1个月，贾跃亭就宣布恒大投的那8亿美元用完了，要求恒大再投个7亿美元。这次啊，许家印聪明了，拒绝了。没多久啊 ，FF 就和恒大因为融资款的支付问题撕破了脸，甚至对簿公堂。原来啊，许家印一直是在为恒大汽车找个壳，原以为他贾跃亭会选择拿钱走人，把车留下。可是没想到啊，老谋深算的贾跃亭也看透了许家印的意图，拿了恒大8亿美元之后，不愿意放弃 FF 汽车的控股权。最终呢，双方达成和解，恒大不再向 FF 投资了，但之前那些投资啊，也算打了水漂。除了商界大佬和众多明星呢，乐视的大坑里还躺着许多的金融机构。据统计啊，乐视网共欠金融机构138.5亿元，其中乐视欠平安银行20亿，中信银行17.5亿，招商银行12亿。2020年5月14日，深交所决定乐视网的股票终止上市。同年7月，乐视正式摘牌。退市前啊，乐视的股价收于0.18元每股。复盘 A 股10年历程，股价从最高的179跌到0.18，跌幅达99.6%。市值从最高的1650亿跌到7.18亿，缩水1600多亿。10年间啊，数以万计的员工，数以10万计的上下游人员，百万计的投资者，千亿级的资本流动，最终一起尘归尘，土归土，仿佛黄粱梦一场。套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话：“陋室空堂，当年户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贾跃亭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马刺队更衣室的一句话：当一切看起来无可挽回之时，我跑去看石匠重复锤击他面前的岩石100次，而那块石头连一个裂缝都没有露出来。但接下来的第101次锤击之时，此时却一分为二，不是因为这一次的锤击，而是因为你的始终如一。贾跃亭觉得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始终如一的人。从2017年遁逃美国到现在，经历了债务危机、个人信誉崩塌后，证监会终身禁止入场的贾跃亭依然坚持着造车。然而呢，在2017年曾经短暂亮相的 FF91迟迟未能交付。2021年7月22日，法拉第未来利用一家空壳公司 SPAC 终于成功借壳，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了，获得了近10亿美元的融资。这算是持续被阴霾笼罩之后，贾跃亭好不容易看到的曙光。2022年2月24日 ，FF91首台准量产车型在加州工厂正式下线，对外宣称量产车型将会在2022年第3季度进行交付。然而这一等又是1年过去了，到了2023年的5月份才开始交付。那对于这辆花了9年多时间，自称是拼尽了全部身家和性命的作品，贾跃亭显得很有信心。他希望FF 能够实现对迈巴赫 S 级、法拉利和宾利等传统超奢华汽车品牌的颠覆，至少在第一阶段的目标是达成全球顶尖市场的行业第1的站位，每年预计能卖出55000辆。然而现实是怎样的呢？截止目前FF91总共卖出去了11台，其中还包括了贾跃亭自己的1台。那这车到底咋样我也不太懂，但是呢，我去看了看价格，高配版售价3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10万，这个价格能买2个特斯拉最贵的 Model X 高配版了。而且 FF91呢，除了续航、加速、马力稍微强一点，也没啥卖点了。而且从外观来看，这车跟中国的高和 Hi-Fi Z 很像，还有人觉得它跟东风雪铁龙的毕加索也莫名的相似。车门选择了和劳斯莱斯一样的马车门开门方式，但是竟然在自动关门的时候呢，无法感应到障碍物。30万美金的车一旦夹到人，是心疼肉也疼啊！拉胯的表现让 FF 的股价自上市以来便急速下滑，跌到裤衩都不剩了。2024年4月22日，在哪吒汽车举行的春季发布会上，360的创始人周鸿祎表示，中国拥有最完善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这是小米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迅速能造出小米SU7，而 FF 创始人贾跃亭造车至今未能成功的原因。周鸿祎说，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造车都要来中国造，他却跑去美国造车，完全没有搞明白中国的优势啊！对此贾跃亭发布视频进行了回应，甚至伴随险恶。这一路走来，我身上背负了很多的枷锁，也碰到了太多在国内没有遇到过的课题，每天都充满挑战，每天都在学习和探索，也在不断的成长。我知道，称 FF 自量产以来，虽然只交付了11台，但这些是经历了无数的磨难才诞生的11台车，是完全的原创创新的塔尖产品，具备非凡的颠覆性的意义。也正是因为10年前我来到美国造车，我们才有能力成为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重要桥梁啊。FF 的供应链正在努力地向中国转移，我们也会在合适的时机把 FF91带回中国制造。周鸿祎呢随后又发视频玩梗，说老贾你啥时候回国？贾跃亭回复称，已经偿还了100多亿美金，在美国法律体系下，我已经不存在任何的债务了。今天就回国，下周就回国的老贾已经10年没有回国了。今天突然拍了短视频，跟我喊话，要跟我争论供应链哪国强的问题。你比特斯拉要贵10倍的车怎么能卖得出去呢？你要是回国用中国的供应链来造，保证你的成本降低70%，这车可能就会有点竞争力。所以真的想造车的话，一定要回到中国来，毕竟把你的企业的根扎根于中国这个广阔的土壤之上，你才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你自己呢，是明天回国呢，还是下周回国呢？我们都翘首以待。昨天老周问我何时回国，其实这恰恰是我最大的心结，也是我每天都在努力解决的问题。早日回到自己的祖国是我最大的梦想。任何能够挣钱还债、挣钱造车、造车还债、早日重归祖国的事情，我都愿意努力去做。造车成功并还债之日，就是我回国之时。贾跃亭居然不欠债了，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自己认下的欠债就有30亿美元左右。
这几年时间他又没什么收入，究竟是怎么还上的？原来啊，当时贾跃亭逃到美国，债主追上门来，却发现他已经申请破产了。那怎么办？只好进行债务重组，坐下来谈嘛。结果发现啊，贾跃亭手里就剩下 FF 的股份还值点钱，你爱要不要？于是呢，这些债主们不得不同意，把那30亿的债就转化成了 FF 17.2%的股份，然后寄希望于贾跃亭能好好造车。而随着 FF 上市，贾跃亭还清债务，债主们也纷纷套现出逃，你说这股价能稳住才怪了。2024年4月30日 ，FF 在其官网发布公告，说收到了纳斯达克交易所的信函，因股票连续10个交易日的收盘买入价低于0.1美元，决定将 FF 摘牌。至此啊，一场大戏差不多也要落幕了。你说贾跃亭还有可能再次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啊，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贾跃亭这样的人，这样的故事，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一个贾跃亭倒下了，还会有无数的贾跃亭前仆后继而来，面孔或有不同，但内核基本一致。只要那个土壤和体制仍在，贾跃亭的故事就会不断的重复下去。他们扬手画大饼，身后有贵人。吾等凡人啊，还是捂紧钱包，擦亮双眼为上吧。好了，感谢收看 M2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我们一下，这对我们很重要。咱们呢，下期再见。